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高考那年，张峰和林小雨约定好一起考入同一所大学，两人青梅竹马，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，感情深厚。然而命运弄人，张峰高考发挥失常，成绩与理想大学的分数线差了几十分。看着林小雨欣喜若狂地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张峰内心苦涩，却强颜欢笑。小雨，你一定要在大学好好学习，我会追上你的。张峰紧握林小雨的手说道。林小雨满怀信心地回应，我会等你，无论多久。深思熟虑后，张峰决定参军入伍。父亲曾是军人，从小对他的影响很深。他相信军旅生涯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。我会在部队表现出色，争取进入军校深造。临行前，张峰向林小雨承诺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林小雨含泪点头，我会一直等你，每一天都会。新兵连的生活比张峰想象的要艰苦得多。每天凌晨4点起床，5公里武装越野，体能训练，军事理论学习，一系列高强度训练让他几乎崩溃。但张峰从未放弃，每当想要退缩时，他就会想起林小雨期待的眼神和自己的承诺。张峰，你小子有股狠劲，班长常常这样评价他。照这势头发展下去，提干不成问题。3个月新兵连训练结束后，因表现突出，张峰被选入特种作战连队，这在新兵中是极大的荣誉。全师只有不到10人获此机会。特战连的训练更为严苛，潜水、跳伞、山地作战、近身格斗，每一项都要求极高。但张峰咬牙坚持，很快成为连队的佼佼者。在服役第2年，张峰立下战功，被授予3等功。与此同时，他以优异成绩通过军校选拔考试，获得深造机会。每次与林小雨通信，张峰都会简单提及自己的进步，但从不细说具体职务和成绩。他想给他一个惊喜，等自己真正有所成就后再相见。张峰入伍2年后，部队安排了短暂探亲假，他没有提前通知林小雨，买了他最爱的康乃馨，直接前往他所在的大学。在校园里打听到林小雨经常出入的咖啡厅后，张峰满心期待地推开门，远远的他看到了日思夜想的身影，但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如坠冰窟。林小雨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，亲密地依偎在一起。那男子手腕上戴着名贵手表，指尖夹着香烟，一副成功人士的做派。张峰强忍着心痛，走上前去。小雨。林小雨惊讶地站起身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后恢复平静。张峰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休探亲假，想来看看你。张峰艰难地挤出笑容，目光却无法从他挽着的那只手上移开。那男子不耐烦地看了张峰一眼，这位是我高中同学，现在当兵去了。林小雨轻描淡写地介绍道，语气中透着一股陌生感。哦，原来是当兵的。男子傲慢地点点头，当兵好啊，国家栋梁，不过现在提干难，退伍后工作也不好找。张峰握紧拳头，努力保持镇定。小雨，能单独聊聊吗？林小雨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在咖啡厅角落，张峰直接问道，我们的约定呢？林小雨低着头，张峰，我们都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。赵明是商学院的高材生，他父亲是市里有名的企业家，跟他在一起，
我不用担心将来。那我呢？我们的感情呢？张峰，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林小雨抬起头，眼神冷漠。你觉得当个小兵有什么出息？就算提干，那也只是个普通军官，这辈子能有什么大的发展？我不想过那种清贫的日子。张峰如遭雷击，握着鲜花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，花茎被折断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抱歉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我和赵明已经交往半年了，月底就要订婚。林小雨说完，起身离开。祝你在部队一切顺利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张峰将花束扔进垃圾桶，眼神中的温柔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坚定的冷漠。当晚，张峰提前结束探亲假，返回部队。从此，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训练和学习中，成为连队公认的训练狂人。军校生活紧张而充实，张峰刻苦学习军事理论，执着钻研战术战法，各项考核成绩名列前茅。他的表现引起了军区首长的注意。毕业时，张峰被破格提拔为排长，并被选入特种作战部队。在一次跨国联合军演中，他带领的小队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外军对手，为国争光。这次军演让张峰声名鹊起。不久后，他被破格提为连长，成为军区最年轻的连级军官。5年后，张峰已晋升为少校，担任特种大队副大队长。在一次重要反恐任务中，他临危受命，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外国使节，再次立下大功。这次任务让张峰受到上级的高度赞扬，被破格提拔为中校，担任大队长职务。他的事迹被军报报道，成为部队学习的楷模。8年军旅生涯，张峰从一个普通新兵成长为备受瞩目的军中新星。然而，过去的伤痛始终埋在心底，从未消散。时光飞逝，转眼10年过去，张峰接到高中同学会的邀请函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参加。这些年，他一直回避故乡，也许是时候放下过去了。同学会定在县城最豪华的酒店举行，张峰穿着简单的便装，低调地步入宴会厅。多年未见的同学们大多已经认不出他，只有几个当年要好的朋友惊喜地迎上来。张峰，真的是你啊！老同桌李强热情地拍着他的肩膀。听说你去当兵了，现在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在部队混口饭吃。张峰笑着回答，习惯性地保持低调。李强误以为他混得不怎么样，话锋一转，林小雨也来了，她现在可厉害了，嫁给了赵氏集团的公子，整天开豪车，戴名表的。正说着，宴会厅的门被推开，林小雨挽着一个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她穿着名牌连衣裙，浓妆艳抹，与记忆中那个清纯女孩判若两人。各位同学，好久不见！林小雨大声招呼道。今天的消费全部由我老公的赵氏集团赞助，大家尽情享用。众人纷纷鼓掌，几个关系好的女同学立刻围上去，称赞她的衣服、首饰。张峰坐在角落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10年的时光并没有抚平当年的伤痛，但也让他变得更加成熟。晚宴进行到一半，喝得微醉的赵明突然注意到了角落的张峰。这不是当年那个当兵的吗？听说你们以前是一对。林小雨的表情有些尴尬，勉强笑着说：“他啊，就是个老同学。”赵明不依不饶：“当兵的，现在混到什么级别了？排长、连长？”张峰平静地回答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不方便透露。”哈哈，不敢说，就是没混出来呗。赵明大笑道：“打听过了，
你们这种从基层提干的，8年能混个排长就不错了。林小雨也跟着笑了起来。张峰，别不好意思嘛，当兵也挺好的，至少有铁饭碗。李强看不下去了。张峰当年可是咱班最优秀的男生，高考失利只是意外。优秀？赵明嗤笑一声。那为什么小雨最后选择了我？还不是因为我有能力给他更好的生活。张峰依然保持沉默，只是淡淡的喝着茶。赵明被他的态度激怒了。怎么，不服气？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我这杯拿的可是82年的拉菲，1瓶10万，你喝得起吗？话音刚落，酒杯在他手中突然碎裂，红酒洒了一身。赵明勃然大怒。你知道这西装多少钱吗？3万块，给我赔！张峰站起身，语气依然平静。你的杯子自己碎的，与我无关。好啊，敢跟我犟嘴！赵明拍桌怒吼，脸上青筋暴起。保安，把这个不识抬举的家伙给我轰出去！几个保安闻声而入，将张峰团团围住。他们虎视眈眈地靠近，其中一个甚至已经伸手准备抓住张峰的衣领。张峰依然镇定自若，目光如炬。在场的同学都屏住了呼吸，没人敢出声。李强担忧地站起身，却被身旁的同学拉住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敢在我的地盘撒野！赵明得意洋洋地走到张峰面前。当年抢了你女人，今天还要让你在这跪下认错。张峰眼中闪过一丝寒光，右手不经意间摸向了口袋。他轻轻按下了一个按钮，给你3秒钟，跪下道歉，否则……赵明伸出3根手指在张峰面前晃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宴会厅的大门突然被猛地推开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。站在门口的保安条件反射般回头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一队身着军装的军官走了进来。为首的上校看到张峰，立即立正敬礼。张大队长好，首长让我来接您参加明天的军区会议。全场一片寂静，保安们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赵明更是目瞪口呆，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。你是大队长？赵明结结巴巴地问道。张峰没有理会他，转向那位上校。王参谋，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，稍等片刻。上校立正道：是，大队长请便，我们在外面等候。李强早已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从来不知道，当年那个回家探亲还穿着普通军装的战友，如今已是威风赫赫的大队长，还配有专车和警卫人员。林小雨此时脸色苍白，手指不自觉地绞着手包。10年前轻易放弃的那个普通士兵，如今已成为他望尘莫及的存在。张峰，你真的是大队长？林小雨试探性地问道，语气中充满不可思议。张峰看着他，目光平静如水。是的，特种作战大队大队长，忠孝军衔。赵明此时已经完全慌了神，他知道这个级别意味着什么，这已经不是他能得罪的人物了。张大队长，之前是我冒犯了，我给您道歉。不必。张峰淡然一笑，今天能见到老同学我很高兴，不过军务在身，我必须先行告辞了。说完，他向众人点头示意，转身走向门口。林小雨突然冲上前，拦住了他的去路。张峰，能谈谈吗？就一会儿。他的眼中带着恳求。张峰停下脚步，看了看表，5分钟。两人走到酒店的露台上，夜风轻拂，林小雨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对不起，当年是我太过肤浅。他抽泣着说道，如果可以重来，不必说这些了。张峰打断他的话，人各有志，
你选择了自认为正确的道路，无可厚非。可是我后悔了。林小雨哭着说，这10年来，我的婚姻一直不幸福。赵明在外面包养情人，对我冷暴力，我每天都活在金丝笼里，表面光鲜亮丽，内心却痛苦不堪。张峰静静地听着，目光望向远处的夜空。当年你走后，我日日都在后悔，但骄傲让我不敢联系你。后来听说你在部队表现出色，我更加不敢面对你。林小雨颤抖着声音说道，能不能给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？张峰转过身，看着这个曾经深爱的女人，眼神中不再有恨意，只剩下平静。小雨，10年前的伤痛已经痊愈，我不恨你，也不怨你，但感情一旦破碎，就再难重圆。他轻声说道，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幸福。说完，张峰转身离去，背影挺拔如山。林小雨呆立在原地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他终于明白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返回军区的车上，张峰沉默不语。那位姓王的上校小心翼翼地问，大队长，您没事吧？张峰回过神来，摇摇头，没事，只是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们都很佩服您，从普通士兵一路走到今天，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把您当偶像。王参谋真诚地说。张峰笑了笑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伤痛，正是那些挫折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。车子驶入军区大院，几位等候多时的战友迎了上来。他们是张峰从新兵连就一起成长的兄弟，如今都已是军中骨干。老张，今晚我们给你接风。老战友刘勇大声喊道。在军区食堂的小包间里，几位老战友推杯换盏，谈笑风生。不知不觉间，话题转到了过去。还记得当年你第一次回老家探亲吗？回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刘勇看着张峰说道，我们都以为你遇到什么大事了。张峰端起酒杯，一饮而尽。年轻时的事不值一提，那个背叛你的女人，今天见到你这个大队长，肯定后悔死了。另一位战友笑道。张峰摇摇头，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军人的生活，他当初的选择，在他看来是正确的。老张，这么多年你一直独身，该找个伴了。刘勇关切地说。军医院的李医生不是一直对你有意思吗？众人哄笑起来，气氛轻松愉快。在这些并肩作战的兄弟面前，张峰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与温暖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家人不一定是血缘相连的亲人，而是那些在你最艰难时刻依然并肩作战的战友。第2天的军区会议上，张峰被任命为特种部队副司令员，晋升为上校军衔。这个任命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会议结束后，军区司令员亲自找到张峰，小张啊，你的表现一直很出色，这次提拔是你应得的，上级对你寄予厚望，谢谢司令员信任，我一定不辜负组织的期望。张峰敬了个标准的军礼。对了，听说你昨晚参加了同学聚会，司令员突然问道，怎么样，见到老同学还开心吗？张峰微微一怔，随后微笑道，很开心，见到了许多老朋友。年轻人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。司令员拍拍他的肩膀，未来还有更重要的使命等着你。张峰点点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司令员这番话是在关心他的个人情感问题。在这个军人的大家庭里，每个人都被默默关注着，关心着。返回办公室的路上，张峰接到了一通意外的电话，是赵明打来的，语气卑微地表示想合作军方的一个项目。赵总，
军方的合作项目都是公开招标的，欢迎你通过正规渠道参与。张峰公事公办地回答。电话那头的赵明声音更加谄媚：张大队长，不，现在应该称呼您为张副司令了吧？我听说了您的升迁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要不要我安排个庆功宴？不必了，我习惯在部队和战友们一起庆祝。张峰淡然回绝。那个项目，如果你的公司符合条件，自然有机会；如果不符合，任何关系都没用。张峰语气坚定地说完，挂断了电话。他知道10年前那个被轻视的普通士兵，如今已经可以决定曾经瞧不起他的人的命运，但他选择严格按照规定办事，不徇私情，不谋私利，这才是一名军人应有的品格。1周后，张峰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，需要带队前往边境执行为期3个月的特殊行动。这是一项高风险的任务，但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。临行前1天，张峰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是林小雨。他说已经和赵明离婚了，想当面向张峰道别。不必了，张峰婉拒道，祝你新生活顺利。挂断电话，张峰长舒一口气，10年的心结终于彻底解开。他明白，有些人注定只是生命中的过客，而有些经历，无论好坏，都是成长必经的路。出发那天，整个特种部队为张峰送行。年轻的战士们看着这位传奇的军官，眼中满是敬佩。他们知道，张峰副司令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官，更是一个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榜样。登上直升机前，张峰回头看了一眼军营。10年前，他带着破碎的心踏入这片土地；10年后，他带着坚定的信念继续前行。军营给了他第2次生命，也给了他真正的家。在直升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中，张峰想起了那个被火车载走的青涩少年，想起了那个被爱情伤透的天真士兵。如今，那些痛苦已化作成长的养分，那些挫折已成为前进的动力。他明白，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伤痛，而是能够带着伤痛继续前行。真正的成功不是向昔日轻视你的人证明什么，而是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。直升机缓缓升空，张峰看向远方，在那里，新的挑战、新的使命、新的人生正等待着他。而这一次，他不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心中那份永不褪色的责任与荣誉。尾声，又是一个金秋10月。张峰已经晋升为少将，担任重要军事指挥职务。这天，他接到一封特殊的来信，信是李强写来的，说林小雨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，临终前希望能见张峰最后一面，但终究未能如愿。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，是当年高中毕业时全班合影。照片背面有林小雨的字迹：青春无悔，只是选择的道路不同。愿你在选择的路上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张峰轻轻将照片放回信封，向窗外望去。夕阳西下，军营上空的国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。一名年轻的士兵走进办公室，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：张将军，新一批特种兵选拔训练即将开始，请指示。张峰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军装，走吧，去看看这些年轻人。走出办公室，张峰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信封，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每条路都有不同的风景。无论过去如何，未来才是最重要的。而他的未来，就是带领着这些年轻的战士，守卫这片他深爱的土地。在军旗下，
张峰挺直腰杆，目光坚定地注视着前方。这一刻，他不再是那个为情所伤的少年，而是一名无悔军旅生涯的军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